如果有人预言我3天后会复活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你是他的敌人，你大概会说：来呀，复活看看。但2000年前，有一群人非常认真，他们不但封住坟墓，还派士兵看守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怕耶稣真的复活。这听起来很奇怪，因为通常人不会防范不可能的事。但今天这段马太福音27章57到66节，就像一部历史级悬疑片的最后一幕，尸体被埋，墓穴被封，士兵看守，所有人都以为故事结束了，但其实真正的高潮才要开始。经文说，到了晚上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亚利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注意2个重点，第一，他是财主；第二，他是门徒。在福音书里，富人门徒并不多，而且更特别的是，他是公会成员。其他福音书提到，也就是说，耶稣被定罪的那个宗教领袖圈子里，其实有人是暗中相信耶稣的。约瑟鼓起勇气去见比拉多，请求领走耶稣的身体。这其实很冒险，因为公开认同一个被处死的叛乱者，政治风险很高。但约瑟做了。有些信仰是悄悄的，有些信仰在关键时刻才站出来。约瑟把耶稣的身体包在干净的细麻布里，然后放进一个新坟墓。注意这个细节，新坟墓，意思是从来没有人埋过。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如果之后坟墓空了，没有人可以说可能是别人的尸体搞错了。而且这坟墓是岩石凿出来的洞穴，门口有一块大石头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随便挖个土坑，是富人规格的墓穴。经文特别提到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，他们没有说话，只是坐着。你可以想象那画面，夕阳快落下，十字架的事件刚结束，2个女人静静看着坟墓，这不是信心满满的等待，比较像是悲伤的守望。他们以为一切结束了，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成为历史见证人。第二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找比拉多，他们说，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，3日后我要复活，等等。很有趣的一件事，门徒好像忘了这预言，但敌人记得。有时候反对者反而比跟随者更认真听。宗教领袖提出一个要求，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3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门徒偷尸体。然后说复活了。比拉多回答，你们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。于是他们做了3件事：一，封石头；二，设封印，官方封条；三，派兵看守。这等于古代版的防盗门、政府封条、保全公司。他们做的一切就是确保一件事，没有人能动这个坟墓。这段故事有一个巨大讽刺，敌人以为他们在防止谎言，结果却帮忙建立证据。因为如果没有封印、士兵、官方监管，之后有人可能说，门徒偷偷把尸体拿走了。但现在情况是，坟墓被封，士兵看守，官方知道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之后坟墓空了，就会非常难解释。有些时候，人类想阻止神的计划，却反而成为神计划的一部分。这段经文其实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安息日。耶稣已经死了，门徒躲起来，世界看起来恢复正常。天空没有异象，街道没有奇迹，只有一个被封住的坟墓。很多人的信仰人生其实就在这个阶段，
神似乎沉默，奇迹似乎停止，希望好像被封在石头后面。但故事还没结束。有时候我们也站在封住的坟墓前面，祷告没有回应，梦想好像死掉，未来像被石头堵住。但福音故事提醒我们，神最伟大的工作常常发生在人以为结束的时候。十字架后面有复活，坟墓后面有生命。那一天，石头封住了坟墓，封印盖上，士兵站岗，所有人都以为故事结束了，但他们不知道历史正在倒数，因为再过不久，那块石头将不再是封印，而是证据。